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声称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美国将会投资自己，团结盟友与中国竞争。针对有关布林肯相关言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六表示，这篇对华政策演讲反映出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中美关系观都出现了严重偏差。王毅指出，美国实际上已成为动摇现今国际秩序的乱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障碍。王毅表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维护世界和平安宁。这就需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都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支持，而美方却坚持中心论和例外论，抱持冷战思维，沿袭霸权逻辑，推行集团政治，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引发冲突对抗，分裂国际社会。王毅表示，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的威胁和挑战，我们的目标光明磊落，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日子，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去取代谁、挑战谁。王毅指出，中美关系不是美方设计的零和博弈，国与国之间可以进行公平竞争，中美之间也会有竞争，但不应是恶性竞争。中国从不向讹诈、胁迫、退让，将坚定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何打压遏制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中国人有这个骨气和志气。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美方应做出正确抉择，不要在三分法、三点论上不断做文章，而是把精力真正放在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上，进而找到中美两个大国在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声称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所谓新冷战，然而看似平和的表象下，布林肯鼓吹要跟中国展开激烈竞争，还老调重弹兜售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就连发11条推文，针对布林肯的言论逐一回击，澄清事实。华春莹首先驳斥了布林肯所谓的美国不寻求冲突或新冷战。他揭露这番话听起来更像是对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宣言。华春莹指出，美国曾经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动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实际上，美国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16年。在谈到人权问题时，布林肯声称美国将保护个人和主权国家的权利，意有所指。华春莹驳斥称，仅在过去10年中，美国就入侵并操纵了20多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如若美方真的尊重他国主权，为何从未停止插手中国内政，且多年来不断支持中国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分裂势力？针对布林肯在演讲中辩解称美国并不寻求阻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华春莹表示，若果真如此，那美国为什么要在中国周边加强五眼联盟的势力，四处兜售四国集团，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试图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演讲中，布林肯在涉台问题上再次玩起文字游戏。虽然声称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特意强调这个政策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所谓对台6项保证作为指导，十分狡猾地把中美3个联合公报放在中方根本不予承认的2个美国国内法中间。华春莹在推文中对此针对性的予以纠正，并驳斥了布林肯所谓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不同。他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只有一个正确版本，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美国政府在1979年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中承认的，并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遵守，是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前提。最后，关于布林肯声称美国将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2个伟大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华春莹回应称，美国的这些话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了，中国正随时准备着和美国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事实胜于雄辩。对于布林肯在演讲中的这些承诺，我们将拭目以待。针对中美经贸问题，布林肯在演讲中妄称中国让美国工人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伤害了工人和企业。此番言论无疑又将美国单方面发起对华贸易战的责任甩锅给中方。实际上，在承受贸易战苦果的同时，拜登政府也一直在对华关税问题上进行所谓的评估。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五宣布，将把对中国部分医疗产品的惩罚性关税豁免延长6个月至11月30号。去年11月，相关的关税豁免曾延长过一次，此次是再度延长。关税豁免名单上的产品包括口罩、医用橡皮手套、指尖脉搏血氧仪、血压计、核磁共振成像仪和 X 光台，涵盖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需的81种医疗保健产品。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以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等为由，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许多关税将于今年7月失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与企业和公众接触，就是否延长关税征求意见。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达到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近来呼吁削减对华关税的呼声日渐升高。现任总统拜登面临着取消所谓301条款关税的压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围绕这一紧迫问题，白宫内部最近出现罕见争吵。作为前任美联储主席，对处理通胀问题有着绝对权威的美财政部长耶伦，希望大幅削减关税以遏制通胀。他强调，即便没有通胀，一些关税也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大部分关税被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支持耶伦的观点，但301条款的决策方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则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老调重弹的所谓保护美国就业以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路透社认为，过去白宫在经济政策上保持高度团结一致，但目前面对高通胀，拜登执政团队已经乱了方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在驳斥布林肯在经贸问题上的相关言论时就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让美国公司损失了1.7万亿美元，24万个工作岗位，每户美国家庭每年开支多了1300美元。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关税的方面出现的问题，它的溢出的负面的效应还在一个显现的过程当中，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为什么一再的豁免而不从根本上改正错误？说明美国政府总是希望留给自己所谓的更多的对中国进行打压、伤害中国的手段和空间，而更多的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一系列的做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布林肯在周4的对华政策演讲中宣布，美国政府将为国务院和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必要的工具，建立一个负责对华政策事务的中国小组。根据布林肯的描述，所谓的中国小组将是一个跨部门的综合团队，专门协调和实施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政策，并在必要时与美国国会进行合作。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下，拜登开始5月份的对中国进行战略攻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认为在外交层面恐怕呢还需要更多的政策的协调，所以呢再进行相应的设置。当然，成立中国小组可以看出是没安好心，也可以看出的是现在美国国内试图在反华的动向上，在各个部门之间，既要在本部门的领域上来加深所谓的设置，同样也希望各个部门之间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某种反华的合力。实际上，美国政坛相关的中国工作特别小组层出不穷，甚至遍布政府机构及国会。拜登在2021年1月上任后，2月视察五角大楼时就宣布成立中国问题工作小组，就应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及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的优先审核。3月1号，该小组就开始运作。当天，美国防长奥斯汀向中国问题工作小组发布行动命令，要求工作组在4个月内得出结论，出台一份针对中国的报告。从该工作组成员来看，来自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各军种联合作战司令部以及情报系统，共有20名之多。去年6月9号，美国防部中国问题工作小组完成了对华军事评估，推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其中一些被设置成机密。五角大楼在当时的声明中称，这些应对中国的举措将更好地帮助防长为整个政府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做出贡献。美国一方面说不希望与中国新冷战，希望呢与中国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不希望大国之间关系失控，而另外一方面呢又在以一种相对隐蔽阴险的方式来操控着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从布林肯他的对华政策演讲当中释放出的一系列的信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从一些这种恶化的方式来说，希望更好的打组合拳，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施压。那么所谓的中国小组的设立也是在做相应的准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继续展开对太平洋岛国的访问行程。当地时间周六，王毅到访萨摩亚。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来阿利法诺会见王毅。同一天，王毅还与萨摩亚总理兼外长菲亚梅举行会谈。
然而，中国近期一系列正常的外交活动却引来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度关注，乃至插手干预。澳大利亚新外长黄英贤紧急前往斐济访问，美国则突然宣布，斐济将成为第14个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国家。当地时间周六，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里法诺在首都阿皮亚会见正在访萨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图伊马莱阿里法诺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积极评价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预祝中国共产党20大圆满成功。王毅表示，萨摩亚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之一，在单边主义、强权霸凌横行的当下，中方愿同包括萨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正当权利，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同一天，王毅还与萨摩亚总理兼外长菲亚梅举行会谈。王毅强调，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寻求排他性权利。中方无意同谁去竞争，更一贯反对零和博弈。萨摩亚是王毅此访的第3站。此前，王毅先后访问了所罗门群岛与基里巴斯。在首站所罗门群岛，王毅就中方同所罗门群岛推进安全合作阐明了3项原则：一是充分尊重所方国家主权；2是协助维护所罗门社会稳定；3是与地区安排并行不悖。其中，王毅特别强调，中所安全合作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不强加于人，不针对第三方，也无意建立军事基地。谈到中所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特别澄清，西方媒体报道的关于中国要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的消息是假消息。Because a lot of things that is being said is all based on misinformation. We are not looking at establishing a military base. In fact, PRC is not talking about that. In fact, it's about addressing the security needs like when times of disaster. We will need the support of all our developing partners, including China. It's not about what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在此访第2站基里巴斯，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在塔拉瓦总统宫邸会见王毅。马茂表示，基中复交表明世界站在中国一边，基里巴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王毅表示，中基复交2年多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为基里巴斯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据基里巴斯驻华大使蒂阿伯介绍，在这次访问期间，基里巴斯和中国签署约10份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蒂阿伯还透露，中国将和基里巴斯在坎顿岛机场扩建项目上继续合作。此前，坎顿岛机场扩建项目曾被美国、日本部分政客与媒体大肆炒作。尽管基里巴斯不断强调，坎顿岛机场扩建项目旨在改善该国交通、促进旅游，而非军事目的，但美日方面坚称该项目是中国计划在南太地区打造所谓落脚点的行动，并渲染南太地区发生战略意外的可能。事实证明，部分国家的恶意炒作并未打断中基两国在该项目的合作计划。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诚意是有认知的，是认可，是赞许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尽管呢美澳反对，但是呢相比之下，对于这些南太岛国来说，他们过去看到的更多的是美澳把自己划为所谓势力范围，美澳对他们的合作更多的是以控制为基础。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中国对他们平等相待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认可的，也认为每一个国家应该有主权，有自己的权利来选择与什么国家之间合作，有权利选择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外界注意到，斐济也是王毅此访南太岛国的重头戏。根据相关安排，中方将与10个南太平洋国家举行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针对王毅此访，澳大利亚新任外长黄英贤也于周4、周5对斐济进行访问。英国卫报注意到，黄英贤尽力淡化其与中国外长同时在太平洋地区访问的事实，但他上任第1周就非常急迫地前往太平洋地区，还是引起媒体对所谓中澳在太平洋竞争的讨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黄英贤公开表达维持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性，并敦促太平洋岛国权衡接受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带来的后果。Obviously, we've expressed our concerns publicly about the security agreement between Solomon Islands and China. And the reason we have is we think there are, as do other Pacific nations, we think there are consequences. We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that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be determined by the region.
此前，澳大利亚新政府还作出承诺，称将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增加约50亿澳元，约合240亿人民币，并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建立新的移民途径。不过，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在与黄英贤会谈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斐济不是别人的后院，我们是太平洋其中一个成员国。他还强调，斐济最关心的不是地缘政治，而是气候变化。对此，路透社的评论认为，姆拜尼马拉马这句话似乎在暗批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在此前的选战期间就曾把太平洋岛国比喻为澳洲的后院。对于斐济等太平洋岛国的心声，黄英贤也做出了回应。And our message to the Pacific is clear. We're listening and we've heard you. We've also put a range of other policies on the table for the Pacific, which are about recognising that we want to build stronger relationships, stronger links. 除了澳大利亚，美国也忽然对斐济展现出极大的重视。当地时间周六，美国白宫宣布斐济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第14个成员国，同时也是加入该框架的首个太平洋岛国。分析认为，就斐济本身来讲，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甚至可能给自己的经济发展设置更大的障碍。因为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玩弄的一些概念，可能对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贸易更复杂多元的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对于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南太国家几乎没有实质好处。美国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此次亚洲之行当中推出的所谓的美国的战略的利器，而这个利器呢，是在经济方面来形成维护美国地区的领导力，来进一步的支撑美式霸权。在这个性质的判断上，不光中国这么想，很多国家也有认知。当然，也有国家选择加入这样的框架是他们自身的权利，但是加入之后，他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有分析指出，美澳之所以纷纷选择斐济，一方面是因为斐济的首都苏瓦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秘书处所在地，这也就意味着斐济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斐济本身也是南太岛国当中的大国，确实有一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不过，对于南太国家而言，其核心关切一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二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两大关切下，美澳等国妄图将南太地区变为竞技场，将中国排挤出所谓势力范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来说，把它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澳等国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他们真实的诉求，反而更多的以一种所谓战略、军事这样的视角来观察，那么必然会使自己的心态扭曲，必然会使他们认为中国和这些地区之间的合作是针对美澳的。那有了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心态，必须要从自己的方面来改正。单纯的要求中国放弃合作，或者是要求这些太平洋岛国放弃合作是不现实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在您看来，王毅对7个南太平洋岛国为期10天的访问，为什么会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紧张呢？我认为王毅对7个南太平洋岛国的访问，实际上是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围绕着印太战略而展开的遏制与反遏制、封锁与反封锁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这一招，等于是开辟和建立了一个敌后根据地。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已经亮明了自己的战略底牌，那就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联合区内所有的盟友与朋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所面临的外围生存环境，从而逼迫中国最终做出自我改变。为此，美方先是打造了美日印澳4方意识形态同盟、美印澳军事同盟，后又着手打造了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经济同盟，也就是印太经济框架。美方自以为在这些措施推出之后，印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相关东盟国家迟早都将会站到他们这一边。然而令美方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拜登意气风发，刚刚忙完美国与东盟峰会，以及访问日本，召开了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会议之后，中方开始采取措施突围与反击了。而且更加让美方始料未及的是，中方并没有选择在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身上跟美国硬碰硬，
甚至也没有跟美国在东盟问题上过多纠缠，而是选择了南太平洋上的岛国，一个长期以来被美国忽略的地方，作为这次突围与反击的主攻方向。尤其让美方感到如坐针毡的是，中国这次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出击，并没有采取传统的经济手段，而是跟太平洋上的岛国所罗门群岛签订了一个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对于全球霸主美国来讲，这就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因为美方一直将安全牌当成了自己的专利，只能他用安全牌去遏制别人，绝对不允许别人用安全牌来反制自己。于是以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就坐不住了。那以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为什么会对南太平洋岛国与中国走近如此紧张呢？我认为美国感到紧张，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一国签订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而且根据相关安排，王毅外长在访问斐济的时候，还将与10个南太平洋国家举行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美方担心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的安全合作协议会进一步扩大到这10个南太岛国，成为中国与这些南太岛国的共同安全协议。同时，虽然王毅外长已经反复声称中国不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但是美方仍然疑神疑鬼，认为中国有这样的企图。在美方看来，一旦中国与这10个南太岛国签订了共同安全合作协议，那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轻易地突破了第一岛链，而且已经以南太国家作为跳板，突破了美国部署的第2岛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毅访问斐济的当天，才上任没几天的澳大利亚新外长黄英贤也紧急赶往斐济，要在这里跟王毅公开赴别苗头，唱对台戏。这就说明，对于南太平洋上岛国的得失，澳大利亚看得比美国还要重要。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正如美国把中南美洲当成了自己的后院与势力范围，印度将南亚当成了自己的后院与势力范围一样，澳大利亚也将南太平洋上的岛国当成了自己的后院与势力范围。谁要是能指这里，澳大利亚就会跟随其。而这样一种现象也就再度表明，虽然澳大利亚不那么反华的工党上台执政了，但是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国家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工党政府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而在美国与澳大利亚跳上前台的同时，新西兰也坐不住了，赶紧跟所罗门群岛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延长驻军协议的共识。甚至连欧盟印度洋太平洋特使维森特也公开宣称，他们也将加强在南太平洋上的军事存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多么看重这个地方的战略价值。那么当前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美方也宣布斐济已经成为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第14个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加入的南太平洋岛国。这个也就意味着，在这场围绕着南太国家而展开的博弈当中，中美目前是负有得失，美国稍微挽回了一点面子。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面对紧张的俄乌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不给局势降温，还不断火上浇油。除了近期持续在欧洲各地，尤其是俄罗斯周边展开大规模军演，北约下月还将启动波罗的海行动军演。近期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瑞典也计划参演，不断挑动俄罗斯神经。不过，这两国的入约进程却被土耳其踩刹车，北约依然未找到解决方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周4表示，北约将于下月初启动第51次年度波罗的海行动军演。
今年的军演将于6月5号到17号在波罗的海举行，共14个北约国家将参加演习。此外，北约伙伴国芬兰和瑞典今年也将参加演习，总计约45个海上突击队、75架飞机和7000名左右军事人员将参加此次演习。科比还表示，瑞典是此次军演的东道主，同时瑞典还将庆祝其海军建军500周年。今年的波罗的海行动军演由美国第6舰队主导，将由北约海上打击部队执行。随着瑞典与芬兰于5月18号正式联合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或即将迎来冷战结束之后的第7次扩张。而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在俄海军4大舰队中实力最弱，只靠少数导弹护卫舰支撑场面。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整个波罗的海几乎将被北约包围，北约海军将对俄波罗的海舰队造成压倒性优势。此外，由于俄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驻地分别位于圣彼得堡的喀朗施塔德军港和飞地加里宁格勒，他们将面临被芬兰和瑞典分隔而无法相互支援的危险。在现在的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特别是这个芬兰和瑞典又是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这个背景下呢，做这样一个军演，实际上就有这个进一步在俄罗斯西北部方向施压，然后这个进一步的这种显示这个北约的这种实力，有这样一种考虑。演习归演习吧，我觉得其实双方都目前来说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北约，还是瑞典、芬兰，都没有在这个波罗的海这个方向开启新的战局，开启新的战线，升级新的冲突的可能性。北约峰会定于6月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根据规程，北约吸纳新成员必须得到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而土耳其明确表示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五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无法满足土耳其的要求，就未必能在近期召开的北约峰会上成为北约候选国。土耳其反对两国加入的理由包括两国公开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等。为寻求土方改变立场，瑞典、芬兰派出代表团周三前往土耳其与土方官员举行首轮磋商。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伊普拉辛卡林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土方对芬兰和瑞典提出5项要求，包括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切断恐怖主义融资来源，停止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取消对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以及合作打击恐怖主义。Bu süreci yetiştirelim gibi bir zaman baskısı altında olmadığımızı ifade etmeliyim. Biz sürecin sağlam bir şekilde ilerlemesini, Türkiye'nin güvenlik endişelerini karşılayacak adımların atılmasına bağlı olarak ilerletilmesini sağlamak yönünde bir kararlılık içerisindeyiz.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周六强调，土方正在等待瑞典、芬兰就土方关切作出回应。土方期待两国拿出切实行动。路透社报道称，磋商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也没有敲定下次会晤时间，因此土耳其有可能在下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反对两国加入北约。可能不会全盘接受土耳其的这个要价，但是在这个限制库尔德工人党活动的范围啊，在这个提供库尔德工人党活动的情报方面，其实他们瑞典和芬兰在这个方面，它是会向土耳其做让步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土耳其的反对呢，它其实并不能构成阻止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3方最终可能会谈出一个方案出来。不过，美国对于芬瑞入约很有信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会见芬兰外长哈维斯托时表示，美国全力支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There is a very strong consensus in NATO for the admission of Finland and Sweden, and I remain confident that we will work through this process swiftly, and that things will move forward with both countries. 美国总统拜登还就北约扩张寻找借口。拜登周五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对即将毕业的新一批学员发表讲话时称，普京分裂北约盟友的企图失败了。拜登说，普京试图将欧洲芬兰化，但相反，他把整个欧洲都北约化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东战况极其困难。乌外长要求美西方加码军援重型及远距离武器。俄外长则警告美西方三思而后行。那么您对此有何评价呢？主持人好。俄罗斯想要一场有限度的军事冲突，但俄罗斯未必能如愿。
所谓的有限度，一方面是指俄军会去主动限制为实现军事目标所可以采取的军事手段，将这场冲突限定在战争的规格之下，比如说不去宣战，不进行总动员，不将乌克兰的民用设施作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至少莫斯科方面是如是强调的。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讲过，美国和北约的目的是要将乌克兰阿富汗化，把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的血肉磨坊，直至俄罗斯流干最后一滴血。那接下来给予基辅政权某种特定的武器，以不对称的作战方式将战火延烧至俄罗斯境内，完全符合这个节奏。因为每一发射入俄罗斯的远程火箭弹都会让莫斯科骑虎难下，面对愤怒的国内民众而不得不继续作战下去。我注意到，早在4月12日，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就向美国国务院发出正式照会，特别警告不要向乌克兰输送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称该类型武器会被俄方视为最敏感的武器装备，或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很显然，俄罗斯的警告被无视了。这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就算俄罗斯追求一场有限度的战争，但这个限度究竟在哪里，已经由不得俄罗斯自己来选择了。莫斯科方面或许正在系统性的失去维持战场限度的能力。这个能力包含2个方面，一是常规威慑力，俄罗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战场限度，但目前俄军明显在这方面遇到某种挑战，我在此也无意赘述。另一个则是核威慑力，我100%相信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一定会严肃对待俄罗斯有关使用核武器的底线原则，但问题在于，俄罗斯会因为乌克兰而进行末日之战吗？核威慑的本质在于有决心彻底打破战场的极限，但不要忘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追求的是一场有限度的军事冲突，这种矛盾必然会被美国及北约嗅探出来，也决定了俄罗斯必然会在乌克兰发现包括远程火箭炮在内源源不断的北约武器，甚至是北约战斗人员。未来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也许会在乌克兰面临更为险恶的局势，莫斯科方面的战略决心和智慧将遭到美国和北约盟友毫无顾忌的试探，谁也不知道再往前哪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美国总统拜登在谈及瑞典、芬兰2国申请加入北约时宣称，是俄罗斯让欧洲北约化。那么您对此如何理解呢？我们假设所有国家都谋求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最大化，那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小国肯定倾向于抱团取暖，通过联合来制衡大国的影响力。这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叫做 power balance， 也就是军事。但军事一定适合于所有小国吗？在实际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与大国毗邻的小国反而不倾向于参加以军事为目的的联盟集团。原因也不难想见，就是为了避免自身成为大国和带有针对性的联盟集团之间的博弈前线，避免自己成为其他国家的牺牲品，甚至这些国家还会主动与大国进行区域整合。这些小国所采取的策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就叫做 bandwagon， 可以翻译成随大溜。那么回到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一事上，自二战结束以来的77年里，这2个国家作为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近邻，非常典型的采取了随大溜的策略。那为何如今改之以军事策略呢？拜登所谓俄罗斯让欧洲北约化，是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让芬兰和瑞典感受到了某种对于集体安全的迫切需求，因而选择加入北约。然而我认为这不是真相的全部。过去77年里，芬兰和瑞典都没有加入北约。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芬兰和瑞典也没有加入北约。但2个月后，芬兰和瑞典却于5月18日联合递交加入申请。是什么让这2个国家在这2个月里下定了决心呢？是因为受到了某种超越过去77年极限的威胁吗？恰恰相反，我认为瑞典和芬兰在这2个月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挫败，看到的是俄罗斯常规军事威慑力的破产，看到的是俄罗斯的虚弱。换言之，瑞典和芬兰不是因为受到俄罗斯威胁而加入北约，而是因为不再受到威胁才加入北约。欧洲理论上有2套国际秩序，一套是欧盟，另一套是北约。北约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一笔交易，
美国以提供军事安全公共产品换取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参与欧洲秩序构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认可。这就回到了那个问题，为什么冷战结束了，北约还存在？因为北约是超出一个简单的区域集体安全架构，超出冷战本身的。北约看似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同盟组织，但其本质更像是一件政治武器，是美国控制欧洲秩序的重要架构。美国的目的一定是将北约扩散至全欧洲，真正让欧洲北约化的是也只会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拜登以正义的保护者自居，但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这件事上，美国实际上也扮演着域外侵略者的角色。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以朝鲜恢复试射弹道导弹为由，周四带头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追加制裁朝鲜。中国与俄罗斯否决了这项提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一味依赖制裁无助于半岛问题的解决，强调反对有人要把半岛问题作为其所谓印太战略的一张牌，反对把战火烧到东北亚地区。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作为非安理会成员的韩国和日本对此表示遗憾。日方借机重提入场打算，引发外界关注。周五，美国就朝鲜发射导弹宣布新一轮制裁。同一天，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长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这三个国家的朝核问题首席代表将于下周五在韩国首尔聚首，商讨应对朝鲜所谓可能进行的第7次核试验。在美国宣布制裁的前一天，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美国主导的对朝导弹试射实施更多联合国制裁的决议案。13 votes in favor, 2 votes against, 0 abstentions.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adopted owing to the negative vote of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uncil. 根据议事规则，安理会决议草案必须获得至少9票赞成，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上一次针对朝鲜的制裁是2017年12月通过，为改善朝鲜民众生活。中俄于2019年和2021年2度提议解除部分对朝制裁。当前这个涉朝的制裁啊，差不多是涉及到朝鲜外贸的95%以上，再加上近2年多一点，因为疫情的爆发，朝鲜呢把这个国境呢封闭了，它和外界的联系呢，应该说也是几乎没有，也是中断。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再去追加对朝的制裁，实际上呢，除了引起朝鲜更强烈的一个反应，我想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在表决后指出，他们反对更多的制裁，强调现在需要的是朝鲜和美国之间重新展开对话。Эпид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там крайне сложная.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редлагать новые санкци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северокорейц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вызовом, который должен, наоборот, был бы позволить нам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казания помощи стране для его.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在做解释性发言时指出，安理会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一味依赖制裁无助于解决半岛问题。张军进一步表示，最近美国大力推动印太战略，这同半岛局势的最新发展有着必然联系。他强调，朝鲜半岛问题如何解决，关键并不在于安理会是否再通过一个新的决议，作为他们搞所谓印太战略的棋子。但如果有些人心里做的是别样的打算，最终的结果是要把战火烧到东北亚地区，烧到朝鲜半岛稳定，那么中方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坚决的举措，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履行我们应尽的责任。路透社称，这是16年以来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首次出现严重分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虽然对投票结果失望，但表示并不感到惊讶。俄远东联邦大学教授卢金称，美国似乎是故意在安理会挑起和制造这种分裂。而拜登在访问亚洲期间，曾向日韩承诺采取措施威慑朝鲜，包括可能扩大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范围和规模。
对于美国提案被否决，韩国和日本方面分别表示遗憾，而日本方面更是借机重提其入场打算。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周六的记者会上称，希望安理会负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初责任。决议被否决再次凸显否决权存在的问题。他还称，日本将与许多国家合作，在安理会改革中发挥领导作用，包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在内的相关的问题，也不在拜登的外交议程上非常优先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事项。他想让半岛保持适度的紧张。朝鲜半岛一旦适度的紧张，那么从日本、从韩国的角度呢，从安全上会更加的需要美国。美国呢也会借此呢，可以让韩国和日本的这个外交置于呢美国的外交政策框架之下。那么更直白一点说呢，拜登当前推销他的印太战略，包括印太经济框架，他都急需韩国和日本对他的配合。此前，日本曾多次提出入常的意愿，并曾得到同样希望入常的印度、巴西、德国等国的互相支持。周一，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进行改革和强化，包括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安理会改革，认为改革应增强安理会的权威和效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